继美国的毒气列车脱轨后啊，美国又以危险品列车脱轨了。这都不是偶然，这实际上暴露出美国内部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各位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声 Talk。就在美国俄亥俄州因为火车脱轨导致大量危险化学品泄漏的事件还在持续发酵的时候，美国底特律郊外又一列装有危险品材料的火车脱轨了。世界上真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吗？其实这都不是偶然，这恰恰暴露出美国内部有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美国又一危险品列车脱轨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先分析一下，为什么美国的火车会接二连三的出轨。这其中的一个原因与去年年底拜登签署了一个避免铁路工人举行全国性罢工的法案有关。拜登之所以要签下那个法案，是因为美国和当下的欧洲一样，铁路工人与铁路公司一直有着劳资纠纷。唯一不同的是在欧洲很多国家已经爆发出了声势浩大的铁路工人大罢工，而拜登出手进行了干预后签了那个法案，美国的铁路工人再罢工就违法了。可我们仔细想一下，美国那些工人应有的待遇无法得到保障，却被强制弹压了，那么这些工人会不会出现消极怠工，对故障检测敷衍了事呢？本来美国铁路公司为了提高运输效率一趟列车动辄上百节车厢，2-3公里长，其中的分布式刹车控制系统非常复杂，稍不谨慎，无法精确同步刹车就会造成事故，加上铁路系统设施老化等等吧，这个我们是不好说到底是设备老化还是铁路工人人为处置有问题。不过我们综合各条新闻报道可以发现，美国在短短的2个月内重大火车脱轨事故就发生了10几起，或许还真的存在铁路工人怠工的可能性。其实工人无非就是为了涨工资，在新冠疫情、通货膨胀等问题的影响下，很多美国工人家庭的生活难以得到保障，而公司满足不了工人们应有的待遇，还遭到了法律限制。而美国当下的债务危机和债务上限不断被突破，政府财政也是捉襟见肘，根本无力解决这些问题。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也在一次演讲中表明债务违约将给美国经济和金融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美国火车接连出现脱轨事故，实际上间接暴露的是美国内部的财政危机，这是深层次的问题。也许有人会问美国政府除了财政危机外，火车脱轨事件还有别的问题吗？有而且还不少呢。我们简单的再谈一点，那就是美国政客的内斗，出了事情就只知道转移视线，从来没有想过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我们回头看一下上一次有毒列车脱轨事故，有句话说叫吃一堑长一智。根据美国铁路管理局的数据显示美国平均每天都会发生3起以上的火车出轨事故。按理说在出现事故后应该马上找补救的措施，防止进一步发生事故。可是我们看一下，美国政府和美国政客没有出台相关的补救措施，反而是通过媒体渲染不明飞行物事件、中国气球威胁、俄乌冲突等话题，企图转移民众的视线，想将事故掩盖过去。要不是出现了记者被抓而爆出了黑天鹅事件，说不定他们真的就会被掩盖过去了。当然了，接连的脱轨事件也只是美国深层次问题的个别缩影，问题还有很多，比如美国各州管各州的，在救援责任上也是相互推诿等等。在此我们也不再过多的进行分析了。总之美国在看似强大的表面下，内部已经出现了破败的迹象，而造成这种衰败迹象的元凶却是美国政府自己。好，各位网友，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评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